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碾压赵丽颖，这恶女有点本事。最近的工商全是赵丽颖新剧《幸福到万家》给的，很难看见一个剧能把咱写文章骂过的给拍了个全乎。婚闹，怂老公，爹为难，抠门公公，婆媳吵架，职场性骚扰，窒息一浪接一浪。赵丽颖饰演的村姑和幸福，为了解救被婚闹波及的妹妹，第一集就在自己婚礼上抡起椅子给村书记儿子开了瓢，是万家庄老王家娶进门的一个厉害媳妇。飘本来打算聊聊赵丽颖这个新角色，人设有趣丰富，赵丽颖这回演技也争气，最重要的拉胯的原声台词提升了，属于弱而可听的进步。但看着看着，却又被另一个角色吸引到非先说不可的地步。和幸福的婆婆，她老公王庆来的妈妈林桂芝女士，这名儿我还是从片尾曲的演员表里翻出来的，剧中只有幸福婆婆的身份，费劲翻出来，是因为林女士可太值当有个名姓了。毕竟这位婆婆的样，在国产剧里还是头一份儿。林女士给人的初印象是真不怎么样，用贾宝玉的话说，便是一颗死鱼眼睛样的势利老妇人。大儿子庆来的婚礼上，半个村的人吃吃喝喝，等着典礼开始，老两口却正点头哈腰的在红毯上迎接着村书记的儿子万传家。按说再大的官也讲究个长幼有序，但幸福婆婆显然是不在乎的。一边是书记儿子满不在乎的交着份子钱，完成着参加婚礼的流程，一边是林女士摩挲着手里的红包，边满脸堆笑的奉承给这么多，边小心翼翼的提问你爸他能不能来呀？在林女士眼里，书记不来，儿子的婚礼就不能开始，而就算书记来了，只在主桌吃吃席也是不够的。只见好容易等来万书记可以登场亮相的二位新人，正走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流程，高堂上的林女士又坐不住了，慢着慢着，先不拜。书记呀，万书记，您上戏台上，让小两口给您行个大礼。万书记不合适三连，也挡不住林女士左一句一定的拜拜，右一句没有您哪有万家庄幸福生活的马屁，就差挂上一条恭迎万书记莅临婚礼现场指导的横幅。这也就可想而知，幸福因为婚闹给传家脑袋开了瓢，这位是书记一家为神仙的婆婆会有什么反应？书记儿子借婚闹之名行耍流氓之时，林女士却对幸福一句接一句的教育都戳在了观众的肺管子上。人家传家来是闹喜的，老话说过门三日无大小，人家闹喜来是给咱面子，你不砸人家头了吗？你不吃亏呀你？就这样，林女士凭一张嘴的功夫，让幸福在刚结婚不到5分钟的进度条里被檀木疯狂劝离。这形象似乎定下了调子，一个可厌可恨的恶婆婆，也是又一个千篇一律的点中点婆婆。不，如果不是导演埋的一手好伏笔，林女士大概也就这样流入国产剧无数个脸谱化婆婆之流，做个批发的恶婆婆之一。只要看的戏，其实不难品出一丝不对劲。比如婚宴开始前，婆婆托女儿送去后台给幸福的一碟点心，担心她等太久饿坏了。再比如婚闹后，着急归着急，但也嘱托幸福同被闹婚的妹妹解释一下这边的习俗，虽说观念上谈不到一起，却也是出于照顾妹妹情绪的好心。剧情愈发向后，林女士便愈发展现出两副面孔。儿媳面前，她不断劝阻和稀泥，为了对付这犟驴媳妇，甚至想出自掏腰包1000块骗幸福说是书记赔礼道歉的钱，这种馊主意来息事宁人。可只要是私底下的聊天，林女士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对幸福这位厉害媳妇表现出一种欣赏。公公一脸孬样地发愁，这个儿媳妇不省心啊。婆婆却说，我觉得挺好的，敢说话，敢出头，不是杵窝子。幸福和庆来因为婚闹事件赌气，分居两地。婆婆请媒人去幸福娘家劝幸福，
不曾想被幸福3两句对了回来。没人转达幸福原话，想让他回的让庆来吧台大叫台。林女士听罢，表情玩味，眉梢嘴角全是欣赏，说道：“这一叫就回来，才怪了呢。”她也并不偏心自家人，公公志气幸福，口不择言说出：“我们王家还真不敢要你了。”林女士连忙呵斥老公当公公的怎么这么说话，然后安慰幸福不理他：“你爸在气头上。”且不论这位婆婆在剧中讲的那些道理是否迂腐，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断不是那种偏心儿子糟践媳妇之流，以把日子过得水深火热为终身 KPI。她是认真想把日子好好过下去，非但不歹毒，在一些时刻甚至有些难得的可爱，前后反差是林女士独一份的特别。但她并不仅是对媳妇算不错，毕竟将植树他妈这业内标杆摆在眼前，而是说在国产剧婆婆这个向来扁平的角色上，林女士难得的展现出了弧光。曾经的国产剧婆婆大多登场便是反派，没有前因后果，没有过去未来，出现的作用便是为主角俩口的情感生活制造障碍，像是欢迎光临中童娜娜的婆婆，自己儿子游手好闲还爱乱花钱，左不过他一句轻飘飘的你怎么回事，却对认真工作辛苦挣钱持家的儿媳妇计较到一个包上。家里的经济危机不是儿子好吃懒做的错，倒成了儿媳不愿共克时艰的锅。新颜子篇也就罢了，心肠还颇为阴毒，儿媳用自己公司的福利住酒店，被婆婆暗示出轨，撺掇着儿子去捉奸。这类婆婆各有各的损招，各有各的尖酸刻薄，但放眼望去，不过千篇一律的矛盾制造机、剧情工具人罢。可林女士不一样，她的恶有理有据，婚闹有理那套说教，与其说是蛮不讲理，不如说是林女士真诚又无奈的处世哲学。是吃了小亏就不吃大亏，吃明亏就不吃暗亏。书记这会就算认输了，往后也有1万个法子让咱家过不好。冲着赵丽颖来看《幸福到万家》的观众，对这套处世哲学应该眼熟。上一辈子《知否》中的魏小娘，不外也是同一套理。魏小娘不让女儿告诉丈夫无炭火的惨状，是太明白这男人的昏庸无能，非但为自己做不了主，还会惹至别院不满。结果也不出所料，女儿一时间争的一口气，送走了贴身丫鬟，惹火了受宠的林小娘，几乎是间接导致了魏小娘生产时因无人照料而亡的结局。在足够强大前，把日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忍下去，几乎是弱者最能有效自保的，也是唯一的活法了。林女士不例外，嫁给小门小户的王家卫妻，丈夫又是个懦弱无主见的怂包，要想日子过得下去，她只得学会自敛锋芒。对这样的日子，她不是不糟心。看着大儿子庆来上门讨钱，却被万书记一脚踹在了要害处，躺在病床上半天起不来。林女士只觉得过去日子里那无数次被人欺负的记忆全找上了门来。她委屈过，也曾像幸福一样反抗过。庆来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就是那会儿给那些孩子欺负的。后来有了庆志和秀玉，我就加倍小心，我就护着他们，就不让他们受欺负。他俩长大了还没啥毛病，就苦了庆来了。一个嫁入外村的妇道人家，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已经是使尽了浑身力气。冲不破环境，便只好顺应环境。林女士不过一个最普通的凡人罢了。倒是凡人，林女士也还有些不凡处。她从未被自己这套顺应环境的处世哲学的强大惯性给带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势利婆子，死于眼珠。她心里是藏有棱角的。别忘了对幸福这个执拗儿媳，她最常偷摸着念叨的一句话：幸福有我年轻时的样子。这是关于她历史的只言片语，也是少女林桂枝还存留这位老婆子心中的一个印证。所以她明面上惯性地和着稀泥，背地里却本能地欣赏着这个厉害媳妇。那些自己年轻时未能成的事，未能争得的理，在儿媳身上好像有所展望，因为她早被生活被磨平了。
所以羡慕她的棱角。私心里，林女士其实比谁都希望和幸福能要回这个说法，能打赢这场战。所以当万书记在幸福的坚持下，终于是服了软，在全村张贴了废除婚闹恶习的告示之后，林女士喜不自禁。她看到的不是单单婚闹仪式的胜利，更是自己不曾争到的那些理，不曾达到的那些事，终于以另一种形式达成。幸福这一闹，把万家庄多少年的规矩都改了。发现没？林女士的身上并没有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对那好不容易熬来的掌权时刻，一种无节制的释放，力求把欺压再复制一遍的恶的惯性，反倒是超越了婆媳之间的长幼次序，仅仅是一个媳妇对另一个媳妇的共情，一个女性之于另一个女性的同理心。经历婚闹仪式的胜利后，林女士对幸福的无条件帮助支持更是肉眼可见。无论是幸福想要搭大棚种蔬菜，还是花钱买电脑，她都倾尽全力，甚至直接将全家的钥匙交给了幸福，让她全权负责持家。儿子被踢，面对又一次要个脸的儿媳妇，林女士先是惯性的怕事，最终却决定不再相劝，庆来是你男人，你想咋做你自己拿主意，不干预也尽量不让别人去干预。是林女士能给予儿媳最大的支持，也是林女士自己心中的一场豪赌。她要赌赌看，这个厉害的新媳妇能不能将她布满了大半辈子的环境冲破了、扭转了。这样的互助与共情，这几年女性剧里并不少见，朋友间有，陌生人间有，领导与下属间也有，这婆媳间倒是头一份的。一个镜头飘印象很深，当公公半指责半玩笑地说幸福是家里又一个败家娘们的时候，林女士像个少女一样娇嗔了一句，那咋了，以后我有同党了，你咋地？这一幕很难让人不唏嘘。唏嘘在影视剧里见过那么多至死是少年的熟男角色，却几乎从未见过一个老妇人的少女情怀。也唏嘘在我们明明并不缺少对各式各样女性的生存境遇的了解与宽容，却唯独遗漏了婆婆这一角色。好像姑娘成了婆婆，便没人在意她过了怎样的一生。所以林桂芝女士的出现值得欣喜，她让婆婆这一角色有了过往，有了历史，有了成因，让天真的贾宝玉们能知道宝珠为什么会成为鱼眼珠，更知道并不是每一颗宝珠都必然会成为鱼眼珠。